當5.4萬工作崗位消失的時候，華爾街卻在狂歡。這場遊戲的規則變了。聽眾朋友們，如果你還在盯着標普500的點位傻樂的時候，我得潑你一盆冷水了。這周五即將公布12月的就業數據，可能只有5.4萬個新崗位，失業率可能會飆到4.7%。那這是2021年9月以來最慘的一個數字。但詭異的是，華爾街的大佬們反而在開香檳。那為什麼呢？因為經濟越爛，美聯儲降息的概率就越高。這就意味着你家着火了，消防隊呢終於肯出動了，但是你家的房子呢已經燒了一半了。讓我來給你看組數字你就明白现在的市場到底有多扭曲。標普500裡面僅僅7只股票就佔了35%的權重，哪7只呢？蘋果、微軟、谷歌、亞馬遜、英偉達、特斯拉還有 Meta。更誇張的是，從2022年10月牛市啟動以來，指數75%的漲幅都是這7個家伙提供的。那這就像一個班級考試，50個學生裡面只有7个人是及格的，但是老師硬要說全班的平均分很高。問題是剩下的那43個學生呢，他們可能正在補考的路上。華爾街分析師們給2026年的目標價開的天花亂墜，高盛說是7600點，摩根士丹利喊到7800點，最激進的奧本海默直接拍到了8100點。但是你知道過去20年這些預測的準確率是多少嗎？47%，連拋硬幣都不如。當所有人都盯着英偉達的 AI 芯片的時候，有個更大的故事正在水面下發生，叫代幣化。這不是什麼玄學簡單說就是把真實世界的資產搬到這個區塊鏈上。2025年代幣化股票的市值暴漲了2500%，那達到了8億美元。聽起來不大，對不對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全球貨幣市場基金有7.7萬億美元，那商業地產市值是37萬億美元，全球股市市值127萬億美元。那這就像1995年的互聯網，當時亞馬遜還在賣書，沒人相信電商能幹掉購物中心。摩根大通已經在以太坊網絡上發行了貨幣市場基金種子資金超過1億美元。那 SWIFT 就是那個每天能處理7.5萬億美元轉賬的全球支付系統計劃推出穩定幣。納斯達克和倫敦交易所都已經啟動了代幣化項目。這不是可能發生，而是正在發生。接下來我要講3條被人遺忘的賽道。那第一條呢，就是給 AI 蓋房子超微電腦股票代碼呢是 SMCI， 現在它的市銷率只有 0.5 倍。這是什麼概念呢？就像市中心建了一套房子賣到了郊區的價格。數據呢都擺在這兒。2026財年營收預期增長 65%， 2027財年再增 22%， 營收直奔440億美元。那2月財報預計本季度銷售暴漲 82%。2月財報預計本季銷售暴漲 82%。那問題是為什麼這麼便宜呢？因為市場擔心價格戰會吞噬利潤。換個角度去想，當所有的科技大廠都在瘋狂的擴建 AI 數據中心的時候，誰來提供服務器呢？ SMCI 就是那個賣鏟子的人。那目標價呢是在40到50美元，現在還在地板價上。那第二條呢就是這個語音 AI 的隱形冠軍聲鏈，股票代碼呢是 SOUN。這隻股票曾經從 4.75 美元飆到最高漲 360%， 現在回落到10美元出頭。為什麼值得關注呢？因為它是語音 AI 助理市場的主導者。你可能沒有聽說過這家公司但是2025年營收翻倍，2026年預期再增 40%。你想想看當 ChatGPT 讓所有人意識到 AI 能夠聊天後，下一步是什麼呢？是不是讓 AI 聽懂你在說什麼，對吧？並且要執行指令。汽車、智能家居、客服系統，每個需要語音交互的場景都是它的戰場。現在的價格是第2次上車的機會。好，第3條呢是永遠不會被砍預算的項目，叫網絡安全。我配置了一整套組合，大家可以關注一下第一個就是富通，股票代碼 FTNT， 重機 CRWD， 還有 ZS 和這個帕洛阿托 PANW， 還有一個就是 OKTA。那原因呢很簡單網絡安全支出每年都增長 12%， 並且呢是 IT 預算中唯一砍不得的項目。你可以推遲升級辦公軟件，你可以暫停雲服務擴容，但是你能停掉防火牆嗎？一次數據泄露，公司就破產了。這就像給房子去買保險，經濟再差，這筆錢你也得出。接下來說一個大家可能都沒有接觸到的 ETF， 就是以太坊 ETF。
說到以太坊，大家可能并不是特別陌生，但可能會有這麼一個疑問：那為什麼我不去直接買幣呢？因為 ETF 可以玩期權策略。那舉個例子，我賣出了2027年1月到期履約價30美元的看漲期權，那收取4.92美元的权利金，這相當於把成本基礎降低了20%，潛在回報呢還有60%。以太坊的邏輯很簡單，每筆交易都會燃燒ETH，就是減少供給嘛。而代幣化浪潮呢，會帶來海量的需求。目前以太坊市值是3560億美元，锁倉價值佔去中心化資產總量的2/3。這就像1999年的亞馬遜啊，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漲，但是你知道這個電商這個趨勢啊是不可逆的。這裡我把整個這個股票市場呢分為2條高速公路，那你可以來看看你到底是在哪條車道上。那現在的市场就像一條雙車道的高速公路，左邊一個車道呢就是頭部的七雄啊，剛才我們說的頭部七雄和這個 AI 熱點股啊，速度呢飛快，但是車呢太多，隨時可能大堵車。英偉達的 PE 已經到了45到50倍，特斯拉更是貴到離譜。那右車道呢是一些被遺忘的成長股和價值洼地，路況良好，並且呢還沒幾輛車。那超微電腦的市銷率只有0.5倍 ，AMD 你看是超微半導體嘛，市銷率呢10倍，但是年增長35%。還有 Symbiotic SYM 漲了144%，但是市銷率呢才2.8倍。大部分散戶都在擠左車道，因為 CNBC 天天播報他們的新聞，但是真正的機會呢，往往在右車道那些不性感的標的上。我之前提到過 K 型經濟，那这輪牛市是 K 型復甦，富人越來越富，普通人呢越來越窮。持有股票和房產的人資產膨脹，沒有資產的人被通脹打的是鼻青臉腫。2026年市場只預期降息2次，4月和7月各1次。房貸利率呢依然高企，普通人啊連上車的機會都沒有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在強調這個時間線。本周5就業數據公布，疲弱數據可能會引發短期波動，但是長期肯定是利好的，因為它會促使降息嘛。2月初 Symbiotic 的財報，看看有沒有新的訂單。2月中呢，超微電腦財報啊，這是關鍵的一個催化劑啊。4月和7月市場預期的降息窗口。最後一句話。華爾街的預測從來都不準，但是趨勢呢從來都不會騙人。當摩根大通在以太坊上發基金的時候，他們不是在試水，而是在搶地盤。當超微電腦以0.5倍市銷率出售的時候，市場不是在理性定價，而是在恐慌的拋售。那遊戲規則變了，不是看誰跑得最快，而是看誰能站在這個正確的賽道上。7個巨人的派對終將會散場。但是代幣化的革命才剛剛開始。最後送你一句話，就是市場會獎勵有耐心的人，但是也會懲罰盲目貪婪的人。記得關注、點讚、轉發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